西南真的很穷吗？西藏姑娘卓玛来到四川，现在越来越飘，产生了一个大胆的想法。各位朋友，帮我评评理吧。有没有这样一种可能，把遂宁和重庆东南区合成一个城市，改名叫遂屯，或者就叫遂宁？成事后，在四川21个兄弟姐妹中，遂宁直接从妹妹成了姐姐。至少排名中上，和德阳、南充走在一条路上了。之所以有这个大胆的想法，和卓玛一次亲身经历有关。那么，让我们回到此次百天的目的地。大家好，我是你们的好朋友赵子飞亚卓玛。我的梦想呢，就是走遍全国。我现在在观音故里绪宁。西南地区就是四川、云南、贵州、重庆以及卓玛的家乡西藏，可能还有广西一点点地方。那么西南到底穷不穷呢？先带各位朋友看看川中盆地的遂宁吧。一大早坐上公交车，跨过通善大桥，看到人里水乡后，就知道距离卓玛所说的目的地越来越近了。这里也是遂宁的标志，每一位来的人都不会错过。今天呢，我要挑战后面的那座山，完成一个小小的卓玛在四川的心愿。欢迎大家来到中国观音故里绪宁。遂宁虽然不大，但是却有着极其便利的交通条件。从四面八方来看，都能上高速公路到全国任何地方。要想富，先修路，在遂宁被完美诠释。其实卓玛走了很多地方，整个西南的交通都在向前迈进。家乡西藏更是创造了一个个奇迹。这边呢就是光庙会。10年前有一部小说作品叫《从前有座灵剑山》，1000年前遂宁也叫遂州，也有座灵泉山。现在眼前的建筑不得名灵泉寺，这是一座有1000年历史的古迹。卓玛来到这里还有第二个目的，和藏族朋友的习俗有关，虽然有些不同，但也有相同，所以为了心中那个美好的心愿，古往今来无数人来到此地，有咱们这样的普通人，也有林则徐、苏东坡这样的大人物。他见证行人们的习，共同把记忆保存。卓玛来到灵泉寺，在导游栏上看到，除了本地3县2区，重庆潼南区也不需要门票，而从四川遂宁到重庆潼南区开车也就半小时。这也就是卓玛之前说潼南和遂宁一起的原因。其实50年代潼南是遂宁专区的县城，而现在遂宁和潼南一体化，是亲密的一家人。整个西南咱们都要紧紧抱在一起，才能朝着更好的明天去并行。如果从遂宁到成都市中心动车到东站不到1小时，到重庆市中心动车不到1个半小时。遂宁属于丘陵地带，这些山看着不高，所以也叫坡。虽然没有西藏那么壮阔的高峰，但是用时也长呀。这个过程就像人生一样，会有重重困难，一时间看不到前方，但是坚持走完全程，就会迎来璀璨的终点。到顶时，太阳渐渐从西边降下，眼前的景象告诉我，不来才不圆满。机场路上的松柏，挥挥手，眼泪就落下了。和卓玛擦肩而过的行人过客们脸上尽是些笑容，看起来是幸福的，一点都不贫穷。现在让咱们爬上这栋古建筑顶吧。爬到这个塔顶就能看到遂宁的全景。会当凌绝顶，一览众山小。山下的遂宁城是无限城市，楼于江河林海之间，
卓玛看出一线城市的感觉，也很羡慕这里树也太多了吧。现在咱们没有极端的穷，也没有绝对的发达，除了西藏是卓玛长大的地方，剩余的西南省市只能通过短暂观察。农村和城市都看过，认为是越来越好的，就像西藏一样，几十年前一片贫瘠，现在的变化翻天覆地。有的朋友来过西藏，会说西藏太好了，个个都是富裕，也有说西藏也太穷了。但是强如广东、江浙沪都没有一个标准的答案，西藏也是如此。遂宁在四川排名中下，看起来都不错，所以好或不好都是相对的。看到没有，我刚才从这上面下来了，看着不高，但是坐缆车的话还是坐了挺久。我后面的这条公路呢，就是大名鼎鼎的318国道，这条路一直走着就到我家了。藏族姑娘卓玛离家来到四川，看全国的大好河山，在广阔世界里遨游，感受到西藏也是这么好。欢迎所有朋友到悉尼来玩哟！至少在西藏来说，藏族朋友很少吃这个东西。这个真的是不好吃，为了大家的健康着想，大家不要去吃。Hello， 你们三个中民，亲爱的家人朋友们，大家好，我是你们的好朋友藏族姑娘卓玛，感谢大家的支持。作为人类实在是太幸福了，随着时代的发展，美食的烹饪不再单调，各种调料添加进去，食物的味道丰富多彩。我们也不再像古代那样吃的除了咸味就没有多余的味道了。现在这个时代呢，真的是吃货的福音，美食根据地域民族进行分类，种类各有不同。今天我想完成一个挑战，品尝一个从来都没有尝过的东西。有一个南方省最喜欢吃这个东西，他们很喜欢吃辣，比四川人还厉害。大家可以猜到这个东西是啥吗？至少在西藏来说，藏族朋友很少吃这个东西。咱们先去问问第一家商店看看有没有。老板，这个是槟榔吗？槟榔5块钱。我不吃那个很多，然后我就买了个5块钱的。这个是我第一次尝试吃槟榔。我第一次知道槟榔的时候是上大学的时候，我们的那个教官他就吃着这个，然后在那儿特别嚼劲儿，看着挺香的。当时我还以为是牦牛肉干，后面我才知道那个是槟榔。去年我去广州的时候，看到那边很多人吃这个东西。然后现在呢，我就尝一下这个到底有多好吃。这个是个果子吧？这个里面的这个是什么？巧克力吗？这个是。好辣呀！这个就有嗓子就很冰凉的一种感觉，然后我感觉在这儿堵住了一样，不好吃。这个有一股烧焦的味道，这个特别的不好吃。我知道很多湖南的朋友喜欢吃这个，但是在我们西藏很少有人吃这个，尤其是我们藏族朋友，几乎身边没有人吃这个。有些藏族朋友根本就不知道槟榔是什么东西。槟榔属于棕榈科植物，生产于湖南，种植于海南。槟榔全世界有30多种左右，很多人会把槟榔当作零食进行咀嚼，但是这样其实并不好，因为无论是哪种槟榔，都被世卫组织认定为1级致癌物。根据象牙医院的医生所说，口腔癌患者中有90%以上的都和槟榔有关。而且根据我自己的品尝，嚼槟榔的感觉就像被人锁住喉咙，非常的不舒服。但是这种不舒服习惯以后，我觉得会上瘾。很多人都是每天1包，久而久之，危险肯定是上来了。我觉得这个跟之前吃过的那个皮蛋还不好吃，我觉得这2个都是黑暗料理。这个闻起来味道还挺香的，跟我们之前就小时候吃的一个零食的味道差不多，但是吃起来真的难吃。之前我看了很多关于槟榔的新闻，一些患者现身说法，告诫大家吃槟榔的危害。我看到他们的嘴巴都很小，长相也变得不正常。
在槟榔发展的30多年里，从湖南起步，然后通过广告等宣传，已经把产品推向全国。目前我国超过6000万人都是槟榔的消费者。根据医生们的预计，到了2030年，和槟榔相关口腔癌患者将达到100万例，这是非常惊人的数字。大千世界其实诱惑很多，有些朋友经不住诱惑，被电视上的槟榔广告影响，从而无法自保。槟榔是具有药用作用的，但是没有节制就变成毒了。不过好在今年9月，国家不允许槟榔进行广告宣传了，这是一件好事儿。很多人都说槟榔解决了很多人的就业，创造的产值很高。海南种植槟榔从业人员有100万左右，但是卓玛觉得，就算放弃了，还有别的产业可以做，因为槟榔所产生的经济价值和危害健康产生的负担是没有办法衡量的。所以我希望大家不要吃，或者不要每天吃。西藏目前基本都能买到槟榔，但是吃的人并不多。为了我们的身体健康，希望我们能控制住自己。今天的挑战是失败的。湖南还有更多特色美食才是值得宣传和全国各地人喜欢的。这个真的是不好吃，为了大家的健康着想，大家不要去吃。好了，那么今天这期视频呢就到这里结束了，欢迎长按点赞进行强烈推荐，点个关注不迷路，祝大家身体健康，拜拜。